欢迎来到动物王国，这里唯一的规则是适者生存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政治、宗教或民主。你的身体强度决定你将过上怎样的生活。因此，动物之间互相斗争是很常见的。今天，我们要看看其中的一些斗争，但这不仅仅是任何一场比赛。我们正在看最好的18场动物战斗。系好安全带，因为这些战斗中最弱的，比起最残酷的 UFC 比赛也更加致命。长颈鹿与狮子，由于生态系统的差异，这两种野生动物最有可能不会相互竞争。但如果它们确实这么做了，你认为谁更有优势呢？最多狮子可以跑35英里每小时，而长颈鹿可以跑30英里每小时。尽管它们的速度差异不是很显著，但在战斗中，当你的对手身体高出你几英尺时，这会让狮子失去优势，使得这场战斗平局。狮子对斑鬣狗，狮子和斑鬣狗是自然敌人，它们占据同样的领土，共享类似的特征。尽管斑鬣狗的咬合力更强，但不足以达到狮子喉咙或头部的强度。狮子通过咬入关键位置来杀死斑鬣狗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猎狗能否在战斗中击败狮子，取决于猎狗是否能将单个通常处于虚弱或年老状态的狮子隔离。否则，杀死狮子需要比更大、更强壮的动物更聪明，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。巨型太平洋章鱼对大白鲨，章鱼在鲨鱼水族馆里可怜兮兮的，但是巨型太平洋章鱼是最可怕的水生巨兽之一，它总是战胜对手。它通过不考虑其大小就吞噬其猎物来实现这一点。它能否也能击败大白鲨呢？大白鲨更大更强壮，如果要进行公平比赛，我们需要参考超过440磅的巨型章鱼。章鱼的皮肤质地和颜色使其能够在水下伪装，它会在鲨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攻击，一旦用其毒素使鲨鱼瘫痪，这个巨大的生物就变成了太平洋巨型章鱼的猎物。猫对鳄鱼，当一只猫与鳄鱼接触时，它会视其为威胁。然而，一些猫会选择战斗和保卫自己的领土，而不是逃跑。如果鳄鱼靠得太近，它可能会嘶嘶声、咆哮声、喘气声，甚至拍打它。尽管对手的体型相对较大，但其他动物却感到恐惧。当你害怕时，你不可能赢得战斗。鳄鱼绝对有优势。河马对鳄鱼，河马和鳄鱼是野外最危险的两种动物，它们可能比狮子更凶猛。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动物在饮用水时会犹豫不决，因为这些动物漫游着宝贵的河流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，如果河马和鳄鱼打架，可能会发生什么。河马尖锐的切割牙是其对付鳄鱼的最大武器，这使得河马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。非洲野狗对斑鬣狗，你是否想知道猎狗和非洲野狗之间的战斗会如何进行？猎狗和野狗只是非洲发现的两种迷人的动物类型。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非洲野狗是猎狗，但这两种食肉动物在外观和行为上不同。非洲野狗是非洲最大的犬科动物，可达到60至75厘米的肩高，重18至36公斤。然而，斑纹猎狗可以长到92厘米，体重86公斤。猎狗比野狗更大、更强壮，它们前腿更长，后腿更短。研究表明，生物的身体特征影响动物王国中的每场战斗，因此，在战斗中，猎狗肯定会压倒野狗。大象对鳄鱼，人们认为大象有非凡的记忆力。但随着我们对大象的了解越来越多，似乎它们卓越的记忆力只是卓越智力的一方面。它们是地球上最社会化、最有创造力和最关爱的物种之一。然而，大象和鳄鱼之间的战斗很少发生。如果它发生了，结果会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，大象不会和它的孩子玩耍，它会踩死任何试图掠食它的鳄鱼。河马对母狮，在河马对母狮的战斗中，这两个对手都以其巨大的体型而闻名。然而，河马的坚硬皮肤比雌狮更厚、更加庞大。河马经常利用它更大的体型来发动攻击，把狮子撞到地上变得很容易。
狮子对蜜獾战斗超出了身体上的竞争，而蜜獾擅长让对手感到恐惧。蜜獾是一个暴躁的小动物，它不惧怕任何人，从不接受失败。其坚韧的皮肤对于狮子来说是很难撕裂的，只有手枪或砍刀才能杀死蜜獾。我们会把这场蜜獾对狮子的战斗视为平局。狒狒对鳄鱼，鳄鱼对狒狒来说是最棘手的捕食者，但它们可以捕食诱鳄或躲避从特定水坑饮水，以避免被潜伏的鳄鱼吃掉。此外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骑族人的警报信号，否则它会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，以避免被潜伏的鳄鱼吃掉。如果这些灵长类动物和鳄鱼打斗，它们逃脱的机会很小，对手的巨大体型和锋利的牙齿将很容易击败它们。在这场战斗中，鳄鱼是赢家。狮子对猴子，猴子和狮子都是好的爬树动物，尽管后者很少爬树，但在其猎物在树顶时，它不会犹豫。狮子锋利的爪子和巨大的体型将很容易击败猴子。在这场战斗中，狮子是明显的赢家。驴对猪，当你听到驴对猪的战斗时，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谁会赢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一头走失的猪是驴子的现成食物，无需人类干预，驴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咬碎猪，因为相对于猪，驴子的大小更有优势。大象对河马，大象和河马是两种最大、最危险的野生动物。这两个危险的野兽之间的冠军将会是谁呢？大象和河马之间的战斗归结为大小、力量和攻击力。象在体重、高度和长度方面超过河马，它还可以用象牙在大草原上造成巨大的破坏。河马是领土恶霸，拥有动物王国中咬合力最强的一种，咬合力足以把鳄鱼分成两半。客观地讲，双方的战斗可能会以平局告终，因为这两种生物具有进攻性和攻击性策略，以捕捉猎物并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的伤害。狗对老虎，狗和老虎之间的战斗很容易预测，因为赌注不在狗这边。肉食杀手擅长吞噬猎物，他们会毫不费力地将狗击倒。鹰 vs 鹅，鹰拥有尖锐的爪子、大弯的喙和强壮的腿，可以用来咬和割破猎物。它们会在发动攻击之前观察一段时间，并且可以比人类看到8倍远。北半球是各种大型水禽的家园，包括鹅。鹅的响亮和具攻击性的行为有助于它保护雏鸟。鹰可以轻易地抓住幼鹅腿，这是一项优势。虎 vs 野猪，在野外，相对较小的动物如果采取正确的措施，可以压倒更大的动物。尽管偶尔虎和野猪作战时也是如此，但通常猫科动物会击败野猪。虎的巨大身体和锋利的牙齿可以拉扯并撕开猎物。瞪羚 vs 猎豹，瞪羚是不可否认的快速短跑运动员。这种草食动物生活在大草原上，通常是棕色的。这个棕色的草食动物将会面对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——猎豹。猎豹是世界上最快的动物，奔跑时速达75英里。然而，它的瞪羚对手只能达到45英里每小时。瞪羚以其耐力著称，这可以帮助它在追逐中耗尽猎豹。它不能在速度上赢过猎豹，但是在战斗中可以轻松地转弯避开。然而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强壮而快速的对手会在近距离内将其击败。在评论区留下您对这些壮观的动物的看法，还要记得点赞。谢谢观看。